我发现男朋友在暗网浏览一时人视频，还在里面的论坛上活跃。我批评了他一顿后，以为他不再看了。谁知一天，我带着男朋友和闺蜜见面，吃饭的时候，男朋友一直以考量的眼光盯着闺蜜看。悬疑小说千千万，三部学长占一半，紧张又刺激的完结文艺更到底。超长小说等你来看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第二天，我醒来玩手机刷到一则新闻，闺蜜失踪了。我第一时间联想到男朋友刘植和这件事有染，但还没等我去进一步怀疑，警方就早早的找上门，拉着我和刘植带去录口供。然而没多久，我和刘植就被警方遣送回家。我从警方的言辞和态度中感觉到，闺蜜失踪这件事，刘植基本上没有嫌疑。大概过了1个月，闺蜜始终杳无音讯。我从一开始的崩溃也渐渐地接受了闺蜜也许已经死亡的事实。就在我对刘植的怀疑也逐渐退去时，某天我的一个钢琴私教找我共进晚餐，刘植以不让我单独见面为由，非要我带着他。刘植像上一次盯着闺蜜一样，目光时不时就在我私教的脸上停留一段时间。果然，类似的事再次发生。第二天，私教在酒店里被分尸，遗赃也不见了。我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中，我愿意去相信刘植是一个好人，因为刘植是一名医学天才，尤其在脑神经和肠胃内科方面，他获得的奖项无数，也自掏腰包给那些治不起病的穷人拯救了数十个人的生命。而且这次警方连口供都没有找我们录，表明私教的分尸事件压根和刘植毫无关系。但我又怎能不知，每个人的内心藏着一出刑场，尤其在这个恶魔普遍披着圣人外衣的社会下，如此的巧合一而再的发生，逼得我不得不警惕起来。我准备和男朋友分开一段时间，不巧的是，我接到了表姐的电话。表姐给我打电话说，表妹，我来你这里了，好久不见了，我去你家看看你吧。我一时恍惚，不记得我还有个表姐。表姐热情地说，你忘了吗？你小时候还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，我们俩经常上山摘山楂。我还是没想起来，但出于礼貌，我就不再深挖表姐的身份了。我委婉地回道，我好像想起来一点了。表姐，我家现在不太方便，还是我去找你吧。经历了这2次恐怖的事件后，我绝不能再让任何与我有关的人和刘植见面了。刘植却一把将我手机抢过来，微笑着，热情而温柔地说道，是表姐呀，你来吧，我给你做一桌好吃的。表姐十分兴奋，哎呀，你是小雪的男朋友吧？她交了男朋友竟然不告诉我，难怪她说不方便呢。哈哈，她就是害羞，没什么不方便的，你来吧。表姐，我这就把我家地址发给你。他们挂断电话后，我却察觉到刘植的嘴角微微上扬，一抹不安涌上我的喉舌。表姐到了我家后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。晚饭过后，表姐从沙发上站起来说道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我正在犹豫该不该出于礼貌象征性的留一下表姐时，刘植直接开口道，这么晚了就别走了，表姐，住我家吧，酒店又贵又睡不好。那可不行，万一我打扰了你们小两口。表姐说完就看向我，给我留下一个看似没有选择的答案。我没法去当一个恶人，只好硬着头皮笑着回道，不会的，表姐，你留下来吧。一整晚，刘植和表姐聊得都很投机，我却时不时显露出一丝不安。到了该睡觉的时间，表姐住进了我的卧室，我和刘植住在她的卧室里。不出我所料，刘植今天迟迟不肯睡，因此我也不敢睡，在他的身边一直装睡，并且我把手机藏在枕下，时刻准备着报警。突然，刘植侧过身，轻轻地叫了我2声，试探我是否熟睡，然后轻轻地下了床，走出了房间。我立刻睁开眼睛，随即打开门，留出一点缝隙。透过照进客厅里的月光，我模模糊糊地看到刘植从冰箱里拿出一个小蛋糕。我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大半，原来是饿了。但刘植接下来的举动又让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他端着小蛋糕走向表姐的门时，将一把叉子放进了睡衣的口袋里。刘植敲了一下表姐的门，表姐开了门。小刘，怎么了？表姐，我给你弄了点夜宵。表姐接过蛋糕，你可真贴心啊。谢谢，快回去睡吧。表姐刚要关上门，刘植的手一把抵住门框，顺势就要进去。我不能坐视不管了，立刻走了出去，然后佯装出被吵醒的样子，打开客厅的灯。我伸着懒腰，打着哈气，亲爱的，你还没睡呀？哎，蛋糕。表姐，你饿了吗？刘植脸上划过一丝复杂的笑，然后回了屋子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送表姐离开了。确保表姐已经安全到家后，我马不停蹄地回到家中，趁着刘植不在家的时间，收拾好行李离开。但没想到，刘植突然提前回家，和我撞个正着。为了向刘植隐藏我要远走高飞的目的，我只说打算去其他城市散散心。亲爱的，我想去新疆那边散散心。我说。刘植听到后，只是顿了短短一瞬，接着欣然回答道，可以呀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我赶紧推辞说，不用了，你忙你的工作就好，我很快就会回来了。刘植脸上的兴奋褪去，剩下一丝狡黠。好，什么时候去？我还确定没定好呢。我骗他道。刘植掏出手机摆弄了一会，接着把手机屏幕拿到我跟前。票买好了，今天晚上9点的，我们先坐长途汽车到市里，然后乘坐明天一早的飞机，而且是你最喜欢的旅行工具长途汽车。面对刘植这张白皙而无辜的脸和那2颗可爱的小虎牙，我实在不愿去想象他和什么杀人犯有什么关系，但我宁愿放弃他，也不能拿自己的命去做赌注。原本我想趁他不注意换个时间点的车程，但刘植已经帮我收拾好行李，而那班车是今天最后一班，为了不引起注意，我硬着头皮与他告别。我收拾好行李后直奔汽车站，车上的乘客各种各样，民工、学生，穿着潮流的少女，西装笔挺的年轻男人等等。这些人的喧闹声和交谈声总算让我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一大半。我焦急地等待着车快点出发，然而我视线里突然出现了一双鞋，让我瞬间汗毛发立。那是刘植的鞋。刘植和我四目相对，他挂着冷笑，做着鬼脸，没想到吧？我来找你了。我的惊恐被他看了出来。怎么，你不高兴吗？我可是特地向院长请了年假，专门陪你的。没有，我只是没想到。我结结巴巴地说。紧接着，刘植迅速坐到我的旁边，搂着我的胳膊，枕在我的肩上，终于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。他说完后，以秒睡的速度睡着了。我在心里陷入了抉择，犹豫要不要现在下车，因为我强烈的预感到，这次旅程也许就是我生命的终结之旅。
突然，我的手机收到一条微信，我打开一看，是表姐发过来的，消息内容顿时让我不寒而栗。你要小心留职，我临走那天，在你们家冰箱后的缝隙里发现了一些长发，橘色，沾着血。我读完的一刹那，本能地摁了手机的黑屏键，心里嘀咕着，长头发，橘色，那不是闺蜜的头发吗？我转过头，刘植如摄魂般注视着我。小雪，你为什么这么紧张？我咽了一口口水。没什么。刘植伸出手，冷冷地命令道，把手机给我。你看我手机干什么？不给。刘植一把抢过来，我死命地去抢回来，但他一只手就把整个人推开。等我再去抢的时候，他已经打开我的微信，盯着屏幕一动不动。尴尬、恐惧，某种恶性的爆发感让我的灵魂战栗。刘植面无表情的脸猝然一笑，什么呀？表姐在说什么呀？我把手机抢回来，看到表姐的消息已经撤回，我在心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都是些女生之间的八卦，男人别瞎管。好，车快发了，我去趟厕所，顺便给你买点水，你看你走这么急什么都不带。刘植说道。发车的时间到了，刘植这时刚从厕所里出来，哪怕我是一个极度社恐的人，也都顾不上了，我冲着司机喊道，师傅，发车吧。话音刚落，司机就启动了汽车。这时刘植看到车动了，立刻跑了起来，在车后面一边追一边大喊着什么，但汽车最终还是甩掉了刘植。我的心终于彻底安了下来。我打开手机，打算删掉关于他的一切，但拿手机的时候，我看到我和刘植的座位之间加了一个手机，这个手机不是刘植的，难道他背着我有一个备用机？我将手机打开，手机上只有一个软件，微信。我好奇地点开微信，里没有任何联系人，只有一个群名叫互助的美食家食人者们。奇怪的是，里面的消息全在艾特刘植。刘植，你上来了吗？快点啊，油村过了10点就不能通车了。油村，这不是去市里的车吗？我感到事情不对，我站起来准备下车，紧接着群里再次发来消息，好久没开荤了，快开车啊。是啊，我都饿死了，什么时候吃得上啊？我要大腿，我要脖子，我要肝脏开荤，一种不好的预感在我脑海里盘旋着，我的手忍不住颤抖，不光因为我的恐惧。我终于确定了我的闺蜜和私教出事，大概率是刘植干的，并且和群里这些人有着直接关系。他难怪最近以来，我们每次吃饭时，他都叮嘱我说要多吃哦，吃得胖胖的，这样大家都会高兴的。饱含着痛苦的愤怒，我无法冷静，我发誓一定要让他们遭到法律的惩戒。我忍着颤抖的双手继续看微信消息，直到群里面到了最后一条，我靠，我忍不住了，这次这个又美又白，要不咱们干脆把它先煎后吃吧。刘植，我们先把这位又美又白的小妮儿带走了，油村的人可等不及了。发这条消息的人的头像看起来有点眼熟，我点开他的头像放大后，我在一种窒息的恐惧中将他认了出来，他正是坐在我前面的那个民工。我放下手机，我一边流着冷汗，一边领悟到，原来车上的这些人就是群里的人，食人魔。此时我心里只有一个纯粹的念头，逃走，逃走，逃走。我缓缓抬起头的刹那，车上的所有人的目光都已聚集在我的身上，露着狡黠的微笑。这一刻，我才终于看清了车上所有人的脸，稚嫩的、苍老的、凶狠的、可怜的、善良的、无表情的。我心中的惊讶远胜于他们带给我的恐惧。白天，他们在这个和谐的社会里扮演着别人友善的同学、认真的同事、忠厚的工友、无话不谈的闺蜜，他们的面具如水晶般一样精致而可信。但随着夜幕的悄然而至，他们的嘴角露出獠牙，发出嘶嘶声，演奏着吃人的悲怆前奏曲。车上的人全部站起来，对我抿着嘴，咽着口水。那个西装笔挺的绅士从座位上走下来，将一盒巧克力递给我。吃。我的眼泪刷了一下流下来，我不想吃。随后，西装绅士笑着摇摇头，那可不行，以现在的体重不达标，起码得再长10斤才能吃，所以请吃下去。我带着颤抖的哭腔回答道，我做不到，我有厌食症，我吃其他东西会吐。我没有骗他，这件事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。2年前，我和刘植刚刚在一起时，因为不吃东西，我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，并非我不想吃，而是我吃什么都会反胃，无法下咽。别人津津嘴里有味蔬菜、水果和零食，放在我的嘴里就像狗屎一样。因此，刘植一边给我输营养液，满足我体内必须的营养，一边给我寻找可以让我下咽的东西。他尝试了千百种食物后，终于为我找到了一种我唯一不排斥的东西——鹿肉。此后，我每天都维持着一边输着营养液，一边吃着鹿肉的习惯。绅士惊讶地笑着说：“还有这种事？”我轻微地点了点头，不敢再说一个字。绅士态度略微严肃起来，命令我道：“张嘴，无论如何你都得尊重。”我摇摇头，表示拒绝的泪水从我的脸颊流到下巴。绅士突然抓住我的脸，用手强行挤压我的嘴，试图我的嘴撑开。我的下巴疼得受不了，不自觉张开的瞬间，绅士把巧克力塞进了我的嘴里，顿时间污臭浑浊着腥臭的作呕感涌上来。我立刻捂着嘴站起来，对着过道的垃圾桶一阵呕吐。吐完后，绅士递给我2张卫生纸，示意我擦擦嘴角。我压抑着害怕，压抑着我想放声大哭冲动，接过了纸巾。我回到座位上时注意到，就在我刚刚猛地站起来的瞬间，不小心把裙子的撕扯开了一处，2条腿的大腿根处暴露在外面。一个戴着框架眼镜的学生从人群中挤到前面，他跪在我面前，手颤抖着，激动的像是发现了一个人间绝味。学生停顿了一下，然后猛地扑倒我，在我的身体上胡乱地舔弄着。我疯狂地尖叫，几乎用扯断骨头的力量去挣脱，但这个学生牢牢地把我压在下面。当学生的黄垢布满的牙齿马上就要刺破我的肌肤时，他的太阳穴被砰的一声重重挨了一拳。学生倒在我的脚边，我立刻站起来，捂着自己的身体。我一抬头却发现是那个西装绅士。学生捂着脑袋对着刘植咆哮：“林文，你什么意思？规矩就是规矩，谁也不能破坏。”那个叫林文的西装绅士回应说。穿着工厂服的男人冷笑一声，从背后拿出一把菜刀，其他人就跟他站在一起，拿出了各式各样的工具，钳子、棍棒、水果刀、砍刀等。你们，林文迫于压力让出了一条路，黑压压的人群向众多死神靠近我。突然，车猛地停了下来，站着的人群食人魔们由于车的骤停，踉跄了一大步。怎么停下来了？民工问。戴着帽子的司机从座位上走下来，来到人群中央，他冷冷地盯着众人，随后他靠近民工，垂着眼睛。民工不敢与他正视。
从刚才短短的几秒钟就可以确定，这个司机是整个车里权力最大的人。司机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在人群中间静住了几秒钟便回去了。但就是这几秒钟，这群人刚刚还像疯子般的食人魔们没人再多说一句话，各自面面相觑地回到了各自的座位上。我的眼泪在眼眶里如泉涌般流下来，却又不敢发出一丝哭泣声。事态越来越糟糕，我的手机被他们收走，而这辆车为了躲避路上交警与检查的麻烦，行驶在各种偏僻的乡路和土路，一户人家都看不到。此时此刻的我，虽然还没有被这群食人魔分尸蚕食，但我已经感到生命在身体里慢慢消失。想想刘直在我出发前还把一个小小的平安符带挂在我的脖子上，如今他亲手将我送到这群恶魔食人魔前，直到最后还在假惺惺地对我好。我越想越伤心，越恶心。我将平安符扯下来，奋力一甩，打算贴到一旁。突然，我捏到了符袋里有什么硬硬的东西，我取出来是一个小纸团。我抱着疑惑，轻轻地将纸团铺开，惊奇地发现纸上有字迹，上面写着看到一个白石墩的隧道之前系好安全带。虽然字写的不好看，但我还是认出了那是刘直的字迹。虽然我绝不可能再相信刘直的任何一句话了，但系上安全带总归没错。目前的情形也似乎只有一种情况可以逃脱，那就是这辆车发生一场车祸，然后我趁乱逃走。尽管这种情形比飞机坠机的概率还要小，我系好安全带，开始注意四周，不停地透过司机前面的车窗，等待着那个白石墩隧道的出现。终于，汽车行驶过了在一个路灯稀少的路口后，那个隧道出现了。突然，车猛地撞到了什么东西，我的头撞到了前面的座椅，车子翻滚了无数圈，我在各种冲击碰撞中昏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侧着身，全身僵硬生疼。汽车里充斥着碎玻璃、汽油味和血迹。我微微转头环视四周，无比震惊，察觉到所有食人魔都不见了。我的脑袋还在努力苏醒，确认周围的具体情况时，一双大手抓住我的后脖领，拖着我的身体。我虽然心中十分惊恐，但却只能发出最虚弱的声音：“你是谁？放开我！”这个人不说话，我也没有力气回过头看他的脸，更没有力气挣脱。他把我拖出报废的汽车，我呼吸到了久违的新鲜空气。他在一片草坪上继续拖着我走。他是忍不住要吃我的那个学生，民工，还是刘直，亦或是那个一言不发却深不见底的司机？我的脑袋侧到一边，耷拉着。月光下的地面上，只有我任由他拖行的两个影子。我的意识逐渐清醒，地上的影子也随着越来越清晰，那个拖行着我的人的影子也涌上来越来越熟悉的感觉。直到这个影子的轮廓被我完全认出来，我被震惊的瞬间清醒。我不顾脖子上的伤口与疼痛，回过头确认到底是不是他。回头的瞬间，我失声尖叫了出来。刘直！他停住脚步，默默地走过来，蹲下，表情痛苦而温柔。小雪，你没受伤吧？白色的哈气和我的名字一并从他的嘴里吐出来。我的恐惧和我的疑惑，我的心碎，都因为看到刘直的脸推向极致。刘直，你要杀了我吗？你要吃了我，对吗？我哭着沙哑的嗓子问道。这个吗？他停顿了一下后，正要说出口时，一个黑色的头罩突然将他套住，随即两三个来路不明的人摁住刘直。刘直大喊道：“小雪，别管我，快跑！”我吓得站起来，后退几步。那两三个人将刘直捆绑住后，猛地回头，几双眼睛发出的亮光如豺狼一样锁定我。我转头就往树林里跑，突然一双大手从一片漆黑中伸出来，掐住我的脖子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恐惧的祈求、反抗、命令。我死命挥打他的手臂，但这只手臂就像一根铁柱般纹丝不动。我的意识迅速模糊下去，最后我带着深深的绝望感昏了过去。我苏醒过来时，朦朦胧胧感到自己正在被一辆车摇摇晃晃地载着走。我睁开眼睛，民工那张脏兮兮的脸伫立在我的眼前。民工张开大口，狰狞的面孔离我的脸只有毫米的距离。我下意识往后仰，距离我半米左右时，民工无法再前移。我这才发现，原来他的手脚也被镣铐锁住。民工不爽地哼唧了一声阴森而得意地笑了起来。妈的，算你走运，早晚吃了你。恶心！我唾骂道。我向周围缓缓扫视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车厢，而司机、那个学生和绅士竟然都在这里。我下意识地站起身逃跑，但我的手脚也和民工一样被镣铐紧紧锁住。车厢里的所有人也是如此。难道抓住我和他们的人是警察？我的心中升起极大的希望。我扯开嗓子大喊：你们抓错人了，我和他们不是一伙的，快放我出去！喂，有人吗？别叫了，死娘们！民工呵斥道。我没有理会民工，继续呼喊着求救，但没有人理会我。直到我的嗓子喊得有些干时，车猛然停了下来。车厢后面的两扇门被打开，黎明破晓的辉光照了进来。门外站着一个五官深邃的男人，戴着一顶红色帽子。警察先生，你快把我放了，或者把我安排到别处做，我和他们不是一伙的，我是被骗来的。什么意思？红帽男人说道。你们要逮捕的不是这群罪犯食人魔吗？我差点被他们吃了。红帽男人根本不理会我，他走进车厢，走到民工跟前停了下来，拿着一把镰刀将民工的手指硬生生切了下来。红帽男人摁住民工的脑袋，一口咬住了民工脸上的肉。接着红帽男人脑袋用力一扯，民工左脸上的一块肉被硬生生撕了下来。伴随着民工如畜生般的哀嚎，红帽男人将民工拖了出去。不到10分钟，车厢外响起了民工一段又一段的嚎叫声，凄惨而无助。但我对民工激不起任何同情，只有如同幻觉般的战栗。车厢内的人食人魔们哆嗦的哆嗦，屏息的屏息，有的甚至被吓呆了。车厢外，民工的叫喊越来越微弱。突然，红帽男人推开车厢的门，把一块块肉扔到我们面前。晚餐吃吧。把从民工身上摘取下来的部分逐个扔到我们面前。扔到我身上的时候，我立刻把站起来弹开掉。这是什么肉？绅士被我的话语逗得哈哈大笑。你猜猜，刚刚谁在车厢外嚎叫？那块肉上沾着新鲜的黏糊糊的血，我强忍着近乎痛苦的恶心，把它踢得远远的。西装绅士也拿起肉开始撕咬。这群恶魔们、食人魔们陆续跟随着吃了起来。这一场景给我造成了注定永远无法消除的阴影。这些肉的所属者还在外面哀嚎，而这群人已经在里面贪婪地吃着从他身上割下的血肉。我的头发突然被猛地往上拽了一下，我被迫抬起头，眼前是那个红帽男人。你想饿死吗？我宁愿饿死也不会吃。
红帽男人放开我，把我踢走的那块肉捡回来。随后，红帽男人从手里的肉撕下更小的一块肉，硬生生地往我嘴里塞。我死命咬住牙关，不肯让肉进入口腔中。红帽男人尝试了几次无果后，恼羞成怒，他对准我的脸，给了我重重的一拳。我一瞬间感到脑袋眩晕，一片空白，咬紧的牙关也放松下来，而嘴里一阵苦涩的腥臭味让我猛地醒过来。红帽男人用力把肉往我的咽喉处塞，随之而来的一阵急匆匆涌上来的心理与身体双重上的抗拒，让我哗的一下把肉和呕吐物一起吐了出来。我低下头，长时间的干呕，眼泪噼里啪啦的滚落。红帽男人竟然没有生气，他从麻袋里拿出一杯密封好的红色饮料血放在我的脚边，随后他冲我撇了一下嘴角，带着一种诡异的满意的笑容离开了车厢。大概过了2天之久，中途车厢门再也没有被打开过。我已经2天没有吃过和喝过任何东西了。我对饥饿目前还能隐忍，但缺水已经让我极大的痛苦了一段时间。我盯着那瓶血，不自觉感到自己更在被诱惑着。不，我绝不能变成他们，变成他们就不再是人了。我严厉地在心底警告自己。学生冲我吆喝了一声：“嘿，你要是不喝，给我！”我冷笑一声，把血瓶对着车门的方向用力一踢，玻璃血瓶破碎掉。我带着嘲讽的表情看回去，学生愤怒地咬牙切齿：“死女人，你给我等着！”我的想法很单纯，这帮畜生死得越快越好，无论对我有没有好处。如果说前2天时间是按照1日1时而流逝，从现在开始，时间是以每分每秒来计算的。让人神志不清的饥饿、干渴以及备受煎熬的寒冷，三者在我的身体里交织在一起。我在精神的自我拉扯中持续了几个小时后，终于迷迷糊糊地睡去了。突然，车厢门再次被打开，伴随着一阵剧烈的头疼与寒冷，我醒了过来。随后，我看见红帽男人将那位学生装扮的人拽了出去。我看着学生惊恐的神情，战栗感袭击我的全身。再一次地，车厢外响起绝望的嘶吼声。半小时过后，红帽男人回来，他在我们面前装置了一条环形的运输带，随后在运输带上放着一块块生肉，取出了人手、人脚、眼球、小腿和肝脏，放在了运输带上面。显然，这些四肢和内脏就是从刚刚死去的学生身上摘下来的。哪怕是第2次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我仍然震撼到发抖。难道这些肉是……当红帽男人把一个脸已经被剥了皮的脑袋拿出来的时候，一双眼睛正对着我，我不禁失声尖叫了一声：“快把它拿走！”我喊道。红帽男人回应说：“你不吃，别人要吃。”顿时间，绅士和司机车厢里的食人魔们争先恐后的去拿走。接着，这群食人魔们没有丝毫迟疑的开始狼吞虎咽起来，哪怕这些生肉上还流着血，哪怕这个学生曾经是他们的一员。食人魔们连血带肉的吃的差不多时，红帽男人将我们背后的锁链解开，接着红帽男人将我们从车上赶下来，带着我们下去排泄大小便。外面虽然太阳高照，但却是一片蛮荒之地，厚厚的雪让人寸步难行，还有刺骨的寒风不断地刮弄我的头皮，像是在被一刀一刀割裂着。红帽男人拿着刀监视着我们那群食人魔小便和大便。轮到我时，我注意到我不远处有脚印，谁会在这么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留下过足迹呢？红帽男人拿着刀恶狠狠地推了我一把：“快点！你们一个男人在这，我怎么解决？”我带着心机说道。红帽男人将身子背过去，你只有1分钟的时间，别磨蹭，有人在，我尿不出来。我带着一点委屈和气羞诉说道。红帽男人转过身，一脸不耐烦，他摆了摆手，让我去远处解决。我立刻顺着那个陌生的足迹跑过去，直到跑到一棵树的树根下面，2行留言留在雪面上：“对不起，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致使你身陷险境。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请相信我，请一定要活下去。”这是留职的自己，我的精神瞬间受到巨大的震荡。红帽男人在身后催促着我，我现在还来不及去消化这些，因为红帽男人规定的1分钟马上就要到了。我刚返回跑时，眼前看到了一个男人，我不禁被吓得尖叫了一声。他的脸部，他已经没有脸了，他面部的肉仿佛被火烧的已经熟透了，如一个一个黑色的牛油果。你在干什么？他说完，表情狰狞了一下，似乎很痛苦。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难听又沙哑的声音，而他的模样和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一样丑陋。我不敢说话，身体也不敢动分毫。突然，他的目光落在了留职的字迹上，我立刻佯装摔倒，将字迹破坏掉。没干什么，我寒战着快速返回去。我再度被押进车厢的时候，看见那个，我暂且叫他卡西莫多吧。看见卡西莫多走到红帽男人跟前窃窃私语着什么，很明显他们是一伙的。难道卡西莫多看到了留职的字迹，告诉了红帽男人？车厢里再度陷入一片昏暗之中，自动运输带还在运转着，只剩下2块拇指大小的肉，2个眼球没人拿走。我对留职的留言陷入了沉思之中。我误会了留职，他加入了食人群不假，但如果他加害了我的闺蜜和私教，为什么不对我下手？为什么他身陷危机时还大喊着让我快跑？而我又能相信留职吗？我亲眼看见他打算对表姐下毒手，他也亲手把我送到这群恶魔食人魔面前。我的思绪混乱不堪，但在混乱中，我大概可以推测出2个信息：一，留职也和我们一样被抓了，而且押送他的车走在更前面；二，这些车都会在固定的地点停下，所以我才能看到留职的留言。无论怎样，只有我活着才能慢慢接触到事情的真相。哪怕我不在乎真相，但我也必须保持体力，才有机会逃出去。我盯着运输带上2块肉的2个眼球，在犹豫中本能地涌上了浓重的作呕感。绅士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主动对我说道：“胡女士，不要抱着任何侥幸他们会主动放了你，或者他们会让你刻意做一些事让你保持活着的想法。如果你继续保持清高，不吃人肉，不喝人血，你很快就会死掉是必然事件。”是啊，我已经2天没吃没喝了。我看着运输带上的2颗眼球，肚子竟发出令我厌恶的咕噜声。我伸出手，强忍着将2块肉2个眼球拿到手上。我紧闭双眼，将2块肉1个眼球放进嘴里，想不咀嚼而直接咽下去。但我的嗓子眼突然被噎住了，接着开始窒息。我疯狂捶打自己胸口，就快要被噎死的接骨眼，肉眼球从我嗓子眼里掉弹落到地上。我握着手里仅剩的1个眼球，还剩1块，这点仅剩的食物不能再被浪费掉了。我不给自己犹豫的机会，心一狠，直接放进嘴里，开始大口咀嚼。腥臭、苦涩，眼球爆出来的汁液在我的嘴里乱滋。我不断的干呕，又一次次地将这种作呕感强压下去。
这个眼球完全被我吃掉后，这块肉被我吃掉后，我哭了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分不清那是超脱还是沉沦。黎明还没破晓，我和绅士食人魔们就被红帽男人暴力性的叫醒。奇怪的是，我发现司机莫名的消失了。更奇怪的是，红帽男人和卡西莫多直接将货车遗弃，改成了驱赶着我们徒步赶路。我和绅士带着镣铐，踏上了不知目的地的路途，走了几公里远。途中没有人，没有车，只有令人绝望的荒野。中途，我饿得甚至出现了邪念，我甚至盼望绅士死去那样，我就可以吃上一顿，填饱肚子了。但这个邪念很快被我仅存的一点善念驱逐了。不远处，朦朦胧胧的风沙中，一个背着旅行包的年轻男孩朝我们的方向走了过来。我立刻意识到事情不妙，我挥起手，朝着男孩大喊：“不要过来，快跑！快跑！”卡西莫多恶狠狠地捂住了我的嘴巴，用刀抵住我的背，威胁我。我不敢再发声。男孩走到红帽男人跟前，打声招呼：“你好，我是一个徒步旅行者，我迷路了，请问这里是哪里？”红帽男人笑里藏刀地回答道：“你跟着我们走吧，我们能把你带出去。”男孩看了一眼我和绅士，迷惑地指着我们：“他们是谁？为什么带着镣铐？”红帽男人撒谎道说：“他们是罪犯，我们押送的过程中车坏了，所以只好走着把他们带回警局。”男孩闪过一丝警惕和怀疑的眼神，但这个眼神被在场的所有人都察觉到了。我看到红帽男人从后腰处缓缓拿出刀子，我再也不能沉默了。我冲着男孩大喊：“快跑！他们要杀了你！”男孩愣了一下，这时红帽男人已经举刀刺向男孩。电光石火之间，绅士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，他迈着碎步冲过去，一把抓住了红帽男人的手。男孩不仅没跑，反过来还帮助绅士竭力制服红帽男人。就在红帽男人的刀被绅士夺过来，即将反杀红帽男人之际，卡西莫多将一针麻醉剂刺入了绅士的后颈上。短短几秒钟，绅士就昏了过去。接着，红帽男人站起来，将男孩的脖颈勒住。我刚要冲上前帮忙，卡西莫多已经拦在了我的面前。离我逃掉的最有希望的一次机会彻底没了。随后，我和绅士被捆在树根处，他们将昏厥的男孩拖到一处隐秘的干草丛中。大概1个小时，绅士在麻醉中醒了过来。红帽男人和卡西莫多满是鲜血的从草丛走了出来，然后提着2串用麻线串好的心脏、眼球、肝和肉走我们跟前，分别套在了我和绅士的脖颈上。我以为我会狼吞虎咽的饕餮，结果只有无力的绝望感。如今只剩下我和绅士2人，那么也就意味着下一个要被杀的不是我，就是他；下一个要被吃掉的就是他。他是食人魔，我没法给予安慰，哪怕他曾帮助过我。最后，绅士郑重其事地以一种告别的语气对我说道：“胡女士，如果你逃不出去，至少你还能选择死法。无论如何，别再吃他们给的东西了，吃你脖子上的肉，也许我们都会死在这里。一旦吃了，你会不停地继续吃下去，届时你也将沦为食人魔，最后被他们吃掉，带着尊严饿死下去吧。”绅士说完，我能给出的回应也是一个含着告别的眼神。我饿得一夜没睡，而绅士吃了许多红帽男人给他的肉。挂肉。清晨重新上路时，饥饿让我再也站不起身来。而且我的脚已经血肉模糊，红帽男人和卡西莫多抽打我，恐吓我，我无动于衷。我向他们有气无力地表明了态度，就算我躺在地上死在这里，也绝不挪动一丝一毫了。他们为了让我继续有力气赶路，强行把我脖子上的挂肉往我嘴里塞，我以仅存的一点意志拼命咬住牙关，他们最终也没能得逞。我侧躺在地面上，望着太阳缓缓升起，随着日出等待生命的消逝。但在我朦胧的视线中，我看到干草丛中有一块黄色的布料。原本这没什么稀奇的，大风经常将来自更远处的各种垃圾吹过来，但我认了出来，那布料很像留职的衣服。我的精神被提了起来，那会不会是留职留下的讯息，意义或者是噩耗？我向红帽男人和卡西莫多提出去小便的请求，他们深知我也没力气跑了，就放任我去了。到了草丛时，我用光最后一丝力气，直接扑倒在了布料上。我想的没错，布料底下盖在的地面上有几行留职留下的讯息：小雪，一定不要吃他们给的东西。我想我已经疯了，我被逼着吃了人肉，你还活着吗？我好想你，我想告诉你真相，我不该被你恨着死去。还有几句是留职的歇斯底里，他的话我能直观地感受到，他现在是一个受害者身份，而且现在的处境和我比一样，我更残酷。我心里传来微弱而纯粹的呼唤，我要活着，我必须活下去。我把地上的字迹用手抹掉，回到原地，吃下他们给的东西，一口一口地撕咬着脖子上挂着的肝脏、肉以及各种说不上来的器官。红帽男子和卡西莫多满意地扬起了嘴角，而绅士则一脸震惊，但是克制住了对我发问。我刚咽下去一块肉，就恶心的直接吐出来。可我已经经历了这么多，我的尊严和自我早已被蚕食殆尽。我满含眼泪，再吃一块，吐出来，再吃一块。红帽男人和卡西莫多也不急着赶路，并在原地等着我，直到我吃的肚子再也装不下一点点东西。随后几天的路途中，我们遭遇了更加恶劣的天气，脖子上的尸体被我一点点全部吃完，红帽男人和卡西莫多也没东西可吃了。我和绅士照常被捆在树根下，这一整夜我和他都没睡着，因为我们都清楚，今天日出之后一定会有人死，不是他便是我，成为他们接下来路途的必须食物。红帽男人和卡西莫多仍在围着已经熄灭的篝火旁熟睡。我看向西装绅士，震惊地发现他不在了，捆绑着他的绳子散落在地上虚，我的背后传来绅士轻轻的气流声。紧接着，捆在我的绳子被慢慢解开，因为手脚的镣铐会发出金属碰撞的响动。绅士带着我轻轻站起来，轻轻抓着我的手，慢慢地迈出一步又一步。我们走出200米左右后，我们相信可以逃出升天了。然而，就在绅士从一个小坡跳下去时，他的右脚踩到了一个被尖锐的植物根部，整个脚掌被刺穿，血瞬间染红了他的右脚。但即便如此，绅士竟然没有发出任何叫喊，只是闷哼了2下。绅士痛苦地说道：“你走吧，别管我了。”这一路上，在那群畜生中般的食人魔里，只有绅士帮助过我，而且他刚才完全可以自己逃走，不必带着我。所以在他说完后，我本能地拒绝了，不，一起走。绅士痛苦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你不怕带我逃出去后，我吃了你吗？”“也许吧，也许我会吃了你。”我回答道。他固执地想要继续走，但是刚走一步就差点摔倒。我逼着他先在原地休息一下。我鼓起勇气去询问绅士一个我最想知道，但又最害怕知道的问题：留职他到底是不是食人魔？是不是你们中的一员？我屏息凝神地等待着绅士口中的答案。这个我不清楚。
怎么会？刘直不是一直和你们朝夕相处吗？绅士认真的回答了我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刘直虽然在群里活跃，但私下我们都没在游村见过他。我从没有亲眼见过刘直吃过人肉。绅士的话更加增深了我对刘直也许有苦衷的确信，并非食人魔的确信。虽然闺蜜失踪，私教发小都死了被分尸，但警察对刘直没有进行任何直接性调查。后来刘直提前预知车祸，让我幸免于难。再到如今，刘直给我留下一系列鼓舞人心的留言。抱着希望的心态，我要尽快逃离这里，然后报警。突然，树林里响起了连续的动静，那是脚步声。我从土坡下面微微露出头看过去，是红帽男人，他沿着我们的方向走了过来。我和绅士此刻都无比清楚，手脚带着镣铐的我们是不可能逃得掉了，要么杀了他，要么被他杀。我把扎伤绅士的那颗荆棘拔出来作为武器。绅士坐起来，虚弱地说道：“麻烦帮我也拔一根。”你就再待这里吧，我自己去。绅士反驳了我，我不是打算对付他的，我是留给自己的。我看着绅士，大为震惊。绅士补充道：“比起被他们杀了，我宁愿死在自己的手里。”绅士补充道：“如果你死了，我想自己动手。”我拖着无比沉重的身体，拔了另一根尖锐的荆棘，递给绅士。我会活着回来找你的。我藏在一棵树后，绷紧神经，准备偷袭红帽男人。当红帽男人走到我跟前时，我集中全身的力气于这颗荆棘上，握着它刺向红帽男人。然而，我忽略了一点致命的因素，我刺出去的那一刻，手脚的镣铐提前了发出声响。红帽男人立刻察觉到，避开了我的攻击。同一时间，红帽男人狠狠推了我一下。我后退的过程中，后脑直直摔到一块坚硬的石面上，我的脑袋一阵眩晕，身体无法动弹分毫。红帽男人见到我长时间不动，走到我跟前，我突然握住木刺，猛地起身刺向红帽男人，木刺结结实实地刺进了红帽男人的腹部。红帽男人倒在地上，红帽男人后退几步，然后倒在地上，直到眼睛闭上，一动不动。我终于松了口气，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回到了绅士身边。接下来的一幕让我久久地呆滞住在原地。绅士躺在血泊中，睁着双眼，他的手紧握着木刺，木刺插进了他的脖子，眼神里已经没有了不甘黎明破晓的光洒在绅士的脸颊。我躺在地上佯装昏迷的时候，他大概以为一切就此结束。接着，他按照他给自己的承诺，死在了自己手里。红帽男人虽然被我杀了，但绅士的死，而我杀了谁？红帽男人，让我可从心口涌出的阵阵不可原谅的罪恶感。统统指向了绅士的尸体，我跪在绅士旁边，久久的失语。树林里再次传来脚步声，我行尸走肉般的站起来，看到了卡西莫多，他也同时看到了我。我爬上坡，握着木刺，卡西莫多走到我面前不远处停下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小雪，我不禁一怔，愤怒地质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这么叫我？”卡西莫多的脸竟然露出了一种会心的笑容，因为我一直都是这么称呼你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和你根本就不认识。卡西莫多回答道：“你当然认识，车票还是我给你订的。”我产生一种感觉被愚弄的感觉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冷冷的回道：“别恶心人了。”卡西莫多直直地盯着我，然后蹲下身子。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我的防备心也跟着加重，将木刺握得更紧。接着，卡西莫多地上用手指开始写着什么。过了一会，他站起身，后退了10几步。卡西莫多说道：“你看看，这个可以证明吗？”我警惕地走过去，看到了这些。小雪，我想我已经疯了，我被逼着吃了人肉。小雪，你还活着吗？我好想你，我想告诉你真相，我不该被你恨着死去。字与字的间隔、字体风格、大小与刘直的留言一模一样。我一下瘫软地坐到地上，茫然地反复念叨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会的。”小雪，你还不相信吗？伴着他刺耳的声音，我抬起头，望着那张已经如同怪物般丑陋的脸，我摇着头，坚决否认：“不，你绝不可能是刘直。”我和刘直最后分开的时候，他的嗓子和脸都还好好的，然后我就看见了你，这中间只隔了几个小时。卡西莫多说道：“这么多天，你早就该明白了吧？生命都只需要一瞬间被掠夺，何况改变一下声音和外貌。”我故意安排我的同伴将我抓走，然后立刻剃光头发，毁了容，也毁了自己的声带。至于目的吗？我之前那张脸和那副声音已经不能再用了，会让警察认出我，找我麻烦。现在的样子就方便多了。我流着泪，伤心欲绝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要逼我吃人？刘直走近我，蹲下来，摸着我的头，我没有任何反应。我心痛地感知不到一切善意与恶意了。刘直看着我的眼睛，当然是为了你啊，为了让你变成和我一样的恶魔，食人魔。而且事实上，你和那些死去的民工、绅士、学生已经没有任何区别。你吃他们吃下的东西，像他们一样杀人。而且小雪，我并没有逼你吃人，一路上都是你自愿吃的。我愤怒地向刘直咆哮，那是因为你骗了我，你给我希望，你引导我去寻找你，你让我以为你还活着，不是一个恶人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我哽咽起来，身体颤抖，朝着天空哭喊嘶吼。刘直否定道，并不都是假的，被你吃下去的人肉，你杀了人，吃下的东西，那些都是真的。而且，你以为你一直以来吃的鹿肉真的是鹿肉吗？其实你早就开始吃人肉了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我的灵魂变成一种站立的形状。刘直接着说，难道你一直喂我的不是鹿肉，而是人肉？难道你都没想过，那些鹿肉是从哪里来的吗？没错，那些肉都是我亲手猎杀的，烹饪的，包括你的闺蜜和私教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闺蜜和私教惊恐的脸在我脑海中萦绕着。我不敢相信地看着刘直，难道他们？刘直用手托起我的下巴，没错，我为你可是用心良苦啊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一直吃的是人肉，你一定宁愿饿死也不会继续吃了。所以，只有你自己不断地突破心理防线，才会达成我的目的。你喜欢我为你勾勒的蓝图吗？我为我们未来勾勒出的蓝图。我将刘直的手一把打掉。刘直，你以为我这一路能坚持下来，是因为我足够坚强吗？是因为我不想被饿死吗？都不是，是因为在那么残酷的环境下，你的留言带给我的那么一丁点希望，让我抱着侥幸的想法，相信你不是我怀疑的那种人，所以我才能一路走到了现在。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？一个怪物，一个是生命如草芥的变态。我站起来，冷冰冰地向刘直表态，对不起，刘直，我不像你，我没有吃人肉的快感，你失败了。刘直也站起来，表情呈现出一种自信的得意。话虽这么说，但你杀了人，哪也去不了。
你要想继续活着，就必须吃人肉。你不留在我身边又能干什么呢？刘直抓起我的手，态度一转，深情地继续对我说道：相信我，小雪，我们可以像以前那样幸福的。以后我出去杀人，为你煮人肉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我们好好的在一起。我把头转向已经完全日出的太阳，我不想弥留在人间的最后一眼是刘直丑陋的面目。紧接着，我迅速蹲下，捡起木刺，将木刺要刺入自己的胸膛。刘直反应更为迅速，他反应过来的同时抓住了我的手，我的力气和他完全没法抗衡。刘直将木刺夺过来，踢了远远的。我想要跑，被他一拳打翻在地。刘直骑到我的身上，眼神凶狠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生活？你想好了再说。我回应他的只有决绝而充满恨意的沉默。刘直邪恶地苦笑着说：懂了，那我就满足你。刘直从衣服里掏出一针麻醉剂，对准着我的脖子扎了下去。我迅速昏迷下去。我脑袋昏沉的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被捆绑在一张病床上，房间内摆满了药品和手术工具。我想挣脱，但四肢的麻痹感让我的手脚不听使唤，腹部也涌上来一剧痛。刘直坐在我的旁边，胸口处沾满了血。你醒了。我看见他就如同看见了梦魇一般，我质问道：我在哪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刘直冷冷地回道：既然你不愿意和我一起生活，那我就让你成为我的一部分。我取走了你的一个肺，然后吃了。经历了这么多，我本不该恐惧的，但一个曾经表现出那么爱你的人，如今眼睁睁地以恶魔的模样出现你眼前时，我恐惧了，并掺杂着无数种比恐惧更强烈的情绪：恶心、无力感、窒息的心痛以及无法原谅的恨意。我不明白，到底是什么让你变成了这副模样？刘直冷笑了一声：你每天就是在家拖地、洗碗，怎么可能明白？我在医院里见证了多少人间的世态炎凉，目送了多少不甘的双眼缓缓闭上。一位老妇亲身患癌症，却连一瓶治疗心脏病的药都买不起。她有5个儿女，死的时候，她的尸体每一个子女都不愿意认领。一个干着2份工作的妇女被强奸了一整晚，她的丈夫做了什么？在医院里骂她不守妇道，她当晚就跳了楼，就在我的面前。一个工人等着他的老板发工资，他的老板一直说等等等等，他舍不得花钱住旅馆，就在严冬的楼道里等了10几天，最后被活活冻死。因屈辱而自杀的，因不公而受苦的，因弱小而失去尊严的，他们最后悲惨的样子，都是由我们这群医生见证。我们无能为力的事，远比我们能拯救的多太多。你问我为什么变成这副模样，因为我再也不能承受了。只有做一个彻底的变态，只有杀，没有道德的杀，然后肢解他们，吃了他们，才能让我从共情的苦海中脱离。说完，刘直淡淡的看了我一眼。我对刘直的这番谬论生不出一丝理解，我只看到了他已经无可救药，而且日后一定会做出更加恐怖的事。刘直站起身，留下最后一句话：今天我要吃你的肺，过2天我会陆续吃掉你的肝和内脏，最后再肢解，再然后吃掉你的四肢、五官，直到你身体上的一切都进入我的身体中。接着，刘直走出了房间。随着身体的麻痹逐渐消失，奇怪的是，刘直接连几天再也没有出现我，苦苦寻找逃生的出路。直到在房间内把门锁砸烂，发现了一个地洞，我趁着刘直不在的时候逃了出来。我将我经历的一切都告诉了警察。几天后，我接到警察的来电，警察转告我，刘直已经在我所指认的地点被抓捕，但是刘直目前很虚弱，已经送往医院进行身体检查。我挂下电话，十分不解，刘直明知道我逃出去会报警，为什么不转移地点？为什么刘直会虚弱？他离开的时候看起来不像生病的样子啊。很快，一直负责刘直抓捕行动的苏警官让我直接去和他见面，配合调查。寒暄了几句后，苏警官说道：刘直虚弱的原因找到了，他的胃前几天被换过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换胃？我皱起眉，努力想也没想出什么。这时，我的腹部像往常一样感到一阵不适，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然后掀开上衣，看着腹部那条长长的缝口。苏警官，你也检查一下我吧。我说道。我和苏警官等人一起去了医院，接受了体检。检查结果出来时，让我们所有人都不寒而栗。我的肺好好的，刘直根本没有吃掉我的肺，而是被刘直交换了胃。刘直换的胃被确认是我的，而我身上现在的胃是他的。苏警官皱着眉，疑惑地看着我，沉默了许久。我试探地去询问道：苏警官，你察觉些什么了吗？苏警官一脸严肃，用手托住下巴回道：胡女士，根据医生检查出的结果，她原本的胃很健康，不存在任何问题，而你换给她的胃，在没换之前就已经处于衰竭状态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因病去世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？苏警官越来越坚定地说道。刘直是一名医生，在进行换胃手术之前，他不可能不知道你胃部的健康情况，但他还是和你进行了交换。所以现在存在一种可能，苏警官直直地盯着我，对我说了一句不可思议的话：他换胃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你，为了让你继续活下去。我如木头般愣在原地，思绪彷徨。苏警官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当然，这只是一种推测，你也不用过度反应。刘直这么做有其他的目的也说不定。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眠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在苏警官的护送下启程回到原先的家中。我一到家就遇到了刑侦队的杨警官正在我家进行调查。冰箱里刘直给我存放的鹿肉也被清空了。我犹豫了一会后，鼓起勇气向杨警官问道：杨警官，我一直吃冰箱里的鹿肉，但刘直最后告诉我说，其实里面一直是人肉。话到嘴边，我却没有勇气说出来。杨警官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，请问是不是真的？但杨警官咬了咬嘴唇不说话，好像在犹豫该不该告诉我真相。最后杨警官深呼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是的，是真的。杨警官说完后，刘直近2年对我的所有表面上的付出，只是一场悲剧与无数个骗局的真相，我彻底认了。至于他究竟换位是不是牺牲自己而让我活下去，我也停下了思索，因为真相可能又是一场更加恶心的变态戏码。杨警官问道：你的厌食症是从小就开始的吗？还是只是和刘直在一起时才有的？小时候的事我记不起来了，但我只能吃鹿肉的习惯是和刘直刚在一起时有的。我如实回答道。随后我补充了一点，对了，刘直是一个天才医生，如果他用了什么手段让我有了吃鹿肉的习惯，把我改造成一个只能吃人肉的人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杨警官点了点头，情况我了解了。
几天后，我租了一套新房子住，但我的厌食症没有得到任何改善。哪怕现在的我对鹿肉、人肉抱有着一种极端的排斥态度，但这并没有间接导致我可以开始接受其他食物。我还是以前一样，对蔬菜、水果以及其他肉类仍处于无比反胃的状况。我只能每天去医院输营养液。然而，我在医院的长廊里，恍惚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。我追上去，当我看清他的正脸时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是明公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不是被分尸吃掉了吗？我绕他的面前，明公看到我后，还没等我心惊，他反而露出一副紧张的神情。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明公更加慌张了，一句话不说，快速跑出了医院。我的世界彻底乱了，我感觉自己像是游戏里的一个角色，周围的一切都是诡异的、随机的，被某个背后的玩家设计着我的生活。震惊之余，我立刻给杨警官打了电话，向他交代了这件事。然而，杨警官的反应一点也不惊讶，让我不用担心。我更加一头雾水，杨警官质问道：“他可是食人魔呀，你不带人去抓吗？”杨警官冷静地回复道：“胡女士，这些事我们会处理，请您安心。这段时间你也不用劳烦再来局里了。”随后，杨警官挂断了电话。果真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再没有被警局的人询问以及被传到警局录口供。我不断地给杨警官打电话询问我的疑惑点，但杨警官自那以后态度一转，不再向我透露任何案件信息。5个月后，开庭的日子到了。我作为原告，带着让刘植一定要得到法律严惩的决心赴往法院。然而，赶到开庭现场的第一幕，让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民工、学生、红帽男人、司机、女人、闺蜜和私教，除了绅士以外，他们全部都在，活生生的在我眼前。民工和红帽男人等人不是作为被告，而是作为举证人。他们不是死了吗？他们不是犯罪了吗？红帽男人不是被我杀了吗？怎么会？我带着混乱的思绪走到原告的案台前，我再一次看到了刘植。刘植的面貌显得更加丑陋，而且虚弱的好像呼吸都困难。法院正式开庭审理，我诉说了我所有的遭遇，但这些突如其来的诡异事件让我时不时走神，导致我语无伦次。台下时不时传来刘植的冷笑声，旁听席上的那些食人魔却露出同情的表情。我声泪俱下控诉完后，刘植挂着满意且得意的笑容，我恶心且愤慨的无以复加，刻意让自己绝不再多看他一眼。接着，红帽男人等人站起来，我极其疑惑，他们竟然作为举证人，又会说些什么？红帽男人未开口而泪先行，我是一名普通的杂货员，我的小儿子得了胰腺癌，治疗都费用要20多万，可我哪能掏出来那么多钱啊？后来刘植找到我说，他可以向上级申请为我走后门，能减免1多半的费用，但他说有一个条件，让我配合他演一出戏，去演一个食人魔，不停地吓唬他的女朋友，折磨他的女朋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做，但我必须救我儿子，所以我就答应了他。我还差点被他女朋友用木棍扎死。法官发问道：那你到底吃没吃人肉？红帽男人拼命摇头，没有，我们吃的都是刘植特制的牛肉假肉，除了他女朋友胡小雪，只有他的女朋友吃的是真的人肉。我难以接受红帽男人的陈述，所以刘植说的都是真的，包括那些鹿肉，只有我吃的是人肉，只有我才是食人魔。我心痛的像是被搅碎了千万块。随后，闺蜜、司机和私教，还有那个背包客等人的发言都别无二致，全部都控诉刘植威逼利诱他们，目的就是为了折磨我，让我一步步沦为一个恶魔食人魔。当刘植开始陈述，哪怕刘植的喉咙病得近乎发不出声，但他仍戏谑地讲述了他如何设计各种巧妙的方案，安排每一个人假死，安排每一个人恐吓我和折磨我，以及每次我被折磨的时候，他生出各种病态的快感。他讲述的全程没有半点悔意，我的泪水泉涌般的砸向地面，我的恨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。刘植陈述完后，法官提出一个问题：既然你的目的摧残胡小雪女士，你为什么要和她进行换位？你明知道和她换位后，你自己就活不了多长时间了。这个疑惑是一直最困扰我的事。此时，我以及所有人都平息，等待着刘植的答案。刘植咳嗽了一声，因为小雪是我。突然，法院的大堂中发出砰的一声，刘植晕了过去。刘植被重罚请假走，庭审现场被迫中断。我刚踏进家门回到家，思来想去，刘植那句话的后面到底要说什么？他是不是故意装作昏倒而逃避审问？这时，杨警官打来电话：胡女士，刘植去世了。我半晌说不出话。胡女士，你还在吗？我回过神来，啊，在，怎么这么突然？我挂断了电话。我在一种情感空白的状态下，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几天。一天早上，杨警官亲自登门，他向我陈述刘植去世的原因找到了，主因还是因为他的胃衰竭。我只是恰巧路过你家，特地来告知你一下。我不想承担这份真相不明的愧疚。我反问道：怎么会呢？如果犯人病重，不是不能出庭吗？你们怎么还是让刘植出庭？杨警官解释道，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，刘植的病情得到了一定的遏制，开庭前的一段时间也还是正常的。根据法医的诊断，他大概在出庭前的前一天晚上，病情急剧恶化，然后隐瞒着病情去了开庭现场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杨警官没能给我一个答案，法院也没有。似乎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。我也本可以开始新的生活，但这些谜团困住了我，我每日每夜都被这些谜团追问着。除此之外，我察觉到我的记忆力开始衰退，闺蜜、私教，甚至刘植的脸渐渐地在我的记忆中模糊起来。我去医院找到刘植手下的最杰出的学生石宇，让他给我做一个检查。检查结果震惊了我，我的海马体存在部分性的永久损伤，每2年时间我就会经历重新记忆、慢慢遗忘，再到记不起一切并完全丧失学习和记忆的能力的过程。这个结果解答了我的一大困惑。迄今为止，我和刘植结识刚好也快2年，难怪我只能记起和刘植在一起之后经历的所有。而至于我出生在哪，我的父母是谁，我在哪里长大，我都想不起来。刘植也只是不停地搪塞我。而让我真正惊讶的不是这个，如果真如检查结果那样，最开始的那2年的最后，我就应该一直停滞在没法学习和记忆任何东西的阶段啊。可我现在还有意识去记忆东西，学习东西。石宇解答了我的困惑，是的，这就是我告知你另外一个检查结果，你的海马体被人修复过，而且是3次。我和石宇此刻心中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同一个人，是刘植。石宇叹了一口气，只有他能做到。我坐到椅子上，静静地去消化这个结果。如此算来，原来我和刘植已经在一起8年之久。石宇也坐到我的身旁，他已经不在了，还是要往前看。
你现在的阶段正处于逐渐忘记一切的阶段，以现在的恶化速度，3个月后你就会丧失学习和重新记忆的能力。我向石宇发问，那可不可以彻底修复好？你是说手术吗？你的大脑和正常人存在很大区别，手术的风险也极高，如果成功，可以让你记起一切，但也有可能让你变成永久性的植物人。我没有任何犹豫，做吧。也许我所不知道的这6年，就是解答我所有困惑的钥匙。然后手术的结果与我期望的完全相反，我记起了许多，而恰好忘记了和刘植在一起的这8年。我躺在病床上，碎片化的回忆如同暴风雨侵入我的脑海中。我看到眼前是一对夫妇，他们坐在一张饭桌前，男人邋遢而臃肿，女人将一块肋骨递给我，含着苦涩的笑容。吃吧，他说。我伸出短短的手，笨拙地接住。我看到我长大了一点，夫妇老了一点，但餐桌上的食物始终如一，都是血淋淋的鲜肉。手、脚、耳朵，我看到车窗外的风景不停地变，路不停地变，家的模样也不停地变。好像某一天，雨声滴答滴答地从天空滚落，站在屋檐下，等待着夫妇的归来。但夫妇一夜也没有回来。我一边哭一边找，我来到了一个有好多人、好多高房子的地方。我问，他们摇头。有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人指着一幢白色建筑说，他们在那里。我在雨中等着夫妇的出现，1分钟、1个小时、1天，我饿得哭起来，四处问路人要吃的。路人给我的面包、牛奶都被我吐了出来，我只能吃妈妈给的东西，但他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你可以给胳膊吗？你可以给我耳朵吗？我好饿。有的人不理我，有的人用拳头打倒我，用脚踩在我的身上。我饿倒趴在雨夜的石板上，这时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男人朝我走过来，站在我的面前，跟我走吧。雨停了，你可以给胳膊吗？我好饿。我问。他牵起我的手，没说话，但雨突然停了。我按照要求把这些回忆讲给眼前的这个名叫石宇的陌生医生。石宇继续询问说，你能记起那个男人的模样？我苦苦思索，然后摇了摇头，想不起来了。我突然感到一阵饥饿，我好饿，可以给我一些吃的吗？石宇走出去，然后拿了2根黄皮，长长的东西。他说，这是香蕉，吃吧。我吃了一口，立刻吐了出来，难吃。我说道。石宇又走出房间，一段时间过后，他拿来各种各样的东西给我吃，我都全部吐掉。最后，石宇把他的胳膊放到我的嘴边，我咬了一口，感觉很香。他咬着牙，立刻把胳膊撤了回去。石宇叹气地摇摇头，看来刘植的计划还是失败了。我出院后，石宇把我送到了一处我并不认识的家。每天，石宇都会给上门为我输营养液，但就是不给我吃人肉。有一天晚上，有人敲门，我开门，外面站着一个戴着红帽子的男人，他显得很伤心。我疑惑地询问他是谁，他的反应很惊讶，然后又好像明白了什么。红帽男人说，你不认识我没关系，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。我把他请进来，他递给我一个本子，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。2012年9月17日，天气，与我带了一个女孩回家。我从警方那里了解到，她还是幼儿时被卖到越南，随后被越南的一对变态夫妇收养。她有一定程度的脑瘫，海马体也严重受损。那对夫妇没有因此抛弃她，积极给她治病，还教她基本的文化。但夫妇本人的变态行为养成了她的生活习性。我拿了很多东西喂她，她什么都不想要，只想吃人肉。2012年9月18日，天气，请我知道了她的名字，她的名字很好听，胡小雪。一开始我只觉得她如别的病人一样，需要被照料、呵护，但在她的面前，我却更像被呵护的那个人。小雪像从森林里跑出来的精灵，她来到一个充满混沌的世界。她懵懵懂懂，对所有的东西都充满了好奇、欣喜。一个轻轻的吻和简单的旋律，便能使她发出欢快的笑声。她那么简单、纯粹又充满活力，不像我徘徊于别人的生死，只剩下无能的麻木。她每天都会等我回家，把我当成她的全世界，小心翼翼地在每一处留下她的温度。我什么也不需要给她，我的存在变成了她生命企及的快乐。可这怎么行呢？我也要给她什么？一束花，或是一堆无用的糖果？不，我要给她未来。2012年9月23号，天气，因短短几日，小雪的病情开始恶化。由于小雪什么都不吃，我只能给她输营养液维持她的生命。她的脑瘫导致她有认知与情感障碍，而且由于只吃人肉，还呈现出胃衰竭的趋势。我会尽快为她安排手术。2012年9月28日，天气，请脑瘫手术成功了，但小雪的海马体的问题很棘手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但她很信任我，钻进我的怀里时，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猫。我想也许是小雪熟悉了我的味道，或许这能成为她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契机。2012年1月2日，天气，多云一个糟糕的情况。小雪虽然忘记了过去，但只吃人肉的还是吃不了正常的食物，本能依旧牢固，只能继续输营养液，但会让她的胃衰竭加速恶化。我该怎么办？2012年10月4日，天气，终于小雪因为吃不到人肉产生了焦虑，并开始啃食自己。我偷偷潜入了医院的停尸间，偷走了几块内脏。小雪吃得很香，她问我这是什么，我不能告诉她吃的是人肉，我需要让她得到一个正常的人生，我骗她说是鹿肉。2013年12月24日，天气，小雪学习得很快，有了正常的社会思维。我给她介绍了几位与我较好的女性朋友，她对我产生了深深的依赖，每周逼我给她写情诗。我早就告诉过她不用接我下班，但她非常执拗。我晚归的时候，从医院门口出去的一瞬间，就能看到小雪的眼神里写满了喜悦。我也总在这一刻产生想去爱一个人的念头。2014年7月9日，天气，因小雪慢慢出现了健忘的情况，海马体的修复手术需要尽快。2014年7月20日，天气，因海马体修复手术成功了，但是小雪忘记了所有人和事，我们之间需要重新认识。更令人失望的是，除了人肉，小雪依旧对其他食物极度排斥。我无能为力，只好继续从医院偷尸体。2029年1月5日，天气，多云接近8年的时光，小雪的食人本能依旧牢固。我尝试了所有想到的方法，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小雪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别的食物，而她的胃衰竭药物治疗已经不管用了，她需要换胃手术才能继续活着。我想到一个疯狂而不切实际的计划。
我要让小雪怀疑我是一个杀人犯、食人魔，让她恐惧我，恐惧人肉。接着，我需要再让小雪陷入绝境中，然后我要给她希望，最后再彻彻底底的骗她。也许到了她的记忆重新洗牌的阶段，她带着对我这个所扮演的恶魔形象的无限恨意，能留在她的本能中。希望小雪能慢慢恢复的像正常人那样吃蔬菜、水果、零食，和万千少女那样做一个快乐的小吃货。我虔诚的向上天祈祷。2019年1月16日，天气晴天天，我特地去找了几个我自掏腰包帮助过的病人，以及那些我让其起死回生的病人，还有小雪的闺蜜和私教。我编出假新闻，他们也愿意陪我失踪一段时间，其余人也心甘情愿地陪我演这出戏码。我感动得无以复加。作为医者，此生足矣。2020年1月27日，天气多云戏码演完了，唯一的遗憾是扮演绅士的王先生自杀了。他的病情虽然还有3个月的存活时间，但他选择帮助我来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，而我用最后的积蓄拯救了他患癌的女儿，只是无能再治疗他恶化的癌症。小雪现在恨透了我，但好在小雪终于对他习以为常的东西感到厌恶，计划好像成功了。我和小雪也成功的进了换位手术，我也就此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。我一直在探寻爱的意义，我想过，也许是拥抱和亲吻，也许是清晨6点钟的吻，或者一堆孩子。但我唯一想到的只有他腼腆的笑容和趴在我身上时看书的平静。我想给予他太多了，以至于汇集成了我比他拥有更多的生命。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，我甘愿用我自己拼凑一个完整的他。老天爷，我不能陪他走往后的路了，求求你，这一次一定要治好他。我读到一半时，所有的一切就已经被我记起来了。我努力使自己不泪如决堤，读完了日记的最后一页，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，跑到了卫生间，撕心裂肺地痛哭起来。房间里，红帽男人和其他东西都一起陷入了沉默，安安静静地等待着这哭声一点一点消退。我哭肿了的眼睛出来后，红帽男人低沉地向我致歉，对不起，我本不应该让你知道这些的。但他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他不应该得到这样的结局。我抹去泪水，向红帽男人郑重地答道，我不会辜负他的。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克服自己的本能，成为他期盼的那样。我把自己关进了房间，不见任何人，也拒绝了营养液的输送。房间里堆满了蔬菜、水果和其他肉类。狰狞的心灵逐渐越来越扭曲，我每天24时蜷缩在屋子的角落里，吃各种食物，一边吃一边吐，想吃人肉的欲望在脑海里冲撞。孤独带来压抑，沉默带来严肃，克制带来焦虑，思考带来绝望。当我把这4种东西贯彻到顶的时候，它们混合交织在一起，终于让我陷入了疯狂。尤其是食人肉的强迫症，深深地奴役了我。到头昏眼花的时候，我无数次产生了去医院偷尸，以及跑出去对着一个陌生人咬上一口的冲动。他们甚至变成了一种诱惑我的指令，无时无刻地出现在头脑中，无论做什么，我都没法专注起来。那种极端的痛苦，语言不足以描述它的1/1000。连续4天没有进食，我不仅精神逐渐接近崩溃，外表也发生了变化。体重从原来的84斤掉到了72斤，我在镜子前被自己吓了一跳，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，瘦骨嶙峋的身子似乎随时会倒下。忍受是我能从自己眼神里唯一看见的东西。随后，我开始通过肉体的自我折磨来转移精神折磨的注意力。晚上，我穿了一件单薄的衬衫和一条裤子，跑到了外面，在一个长石头凳上待了整整1晚。不用说也知道，刺骨的寒气让人生不如死。每当我无法忍受的时候，就会咬牙，在自我拉扯、自我强迫中承受下来，接着就能得到短暂的平静。一切坚强从本质上来看都是自虐，但是这场蜕变之行全部的意义是为了留职。等到我成功的熬完这1年后，生活中以后出现的任何疼痛都只是像风一般划过皮肤而已。等到我从所有的炼狱挺过来后，日后任何骨头与肉体的撕裂都只是细针扎刺而已。肉体上的自我折磨仍在继续。我往自己的床上一盆接一盆地泼凉水，把整个床都浸湿，然后一丝不挂地躺在上面。由于是冬天，床上的水慢慢接触了冰碴，身体的彻底崩坏伴着漫天大雪一起扑向了我。我感受到死亡如约而至，我再也撑不住了。我怀着解脱的心情坐在地板上，注视着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日落，夕阳温柔的光照在我的脸上。我试图在意象中拼凑出留置完整清晰的模样，一想到他我就难过，我终究辜负了他。我一点一点地失去了意识。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医院，手上还插着输液用的针管。看到的是红帽男人和石宇。红帽男人告诉我，他每天都会来到我的小屋前，观察我是否需要帮助。看到我倒下后，立刻把我送到了医院。在医院的3个月内，我惊奇地发现，我的努力没有白白浪费。我开始可以逐渐吃动物的肉和一些特定的蔬菜。1年半后，我重获新生，像所有人一样，尝出了冰淇淋的甜，巧克力的苦。我想，是时候去看看留职的世界了。我背着鼓鼓的包，沿着日落大道前行。在我彻底消失在地平线之前，我想起的不是留职那些为我牺牲的种种画面，而是那些平平淡淡的倾诉。小雪，我的胳膊麻了，该起床了，又要赖床，我的被子全跑你那边去了，快过来看看，我都买些什么回来了。我无限憧憬着余生，带着物是人非的落寞。今后我会热爱所有短暂的善意与美丽，也会接受所有短暂的苦痛与煎熬，但又始终牢牢铭记，这些美丽与痛苦又是何其的短暂。